上一期我们谈了为什么在1978年之前，住房长期紧张，单位分房缓慢，城市人均只有几平米。那30年的根本原因是非常明确的，国家必须优先工业化，财政资源有限，社会没有市场主体，住房只能被放在资源分配的末端。但进入1978年改革开放后，这套体系迅速遇到了天花板，城市化开始加速，外资企业进入中国，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，城市住房缺口越拉越大，单位无力继续承担住房任务。换句话说，住房改革不是想改，而是非改不可。于是，在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里，中国分两步走完了住房制度的巨大转型。第一步是1978到1988年，住房开始商品化，但土地仍不能卖。第二步是1988到1998年，土地商品化，房地产行业正式诞生。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一段最关键的历史时期，看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如何在这20年里被一步一步做出来的。为了比较好的讲述我们今天的内容，我将分5部分来展开。第一部分是1978到1988年，住房进入半商品化阶段，就是房子能卖，地不能卖。1978年之前，住房完全是免费的，住房由国家、国企、事业单位建，职工排队领房，不允许买卖房子，不允许流通，不存在市场价格，所以那时候的房子只有使用权，没有商品权，就是没有商品属性。同时，单位建房效率很低。简单说，单位不是不想建房，而是没有动力、没有能力，也没有机制。单位的主业是生产，不是盖房；建房是负担，不是利润。并且建房的审批环节繁琐，预算有限，没有市场激励，越建越亏。整个计划体制里没有任何鼓励多建房。1978到1988年，住房开始半商品化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外资进入，城市扩张，住房短缺问题被迅速放大。为了增加供给，中国开始试点住房改革。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住房商品化的雏形，单位开始有偿售房，社会上出现早期商品房，部分住房可以按成本有偿购置，个人可以买房，但土地不能交易，也就是房子可以卖，土地不能卖，这是一种典型的半市场化状态。第二部分是1978到1988年，住房供给格局的变化，国家体系之外的建房主体出现。随着需求上涨，中国城市出现了3类新的供房力量。第一类是外资企业、合资企业建职工宿舍，满足早期外企员工住宿需求。第二个是城建系统的开发公司出现，比如房管局、城建局、特区管委会下属的公司化主体，他们的特点是主业就是房地产开发，自负盈亏，面向市场，是现代开发商的雏形。特区像深圳、珠海、厦门就是率先试点商品房的地区。
那我就想问了，你知道中国的第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是谁吗？他们开发的第一个地产项目又叫做什么呢？第三个是城中村开始大量自建房。注意，这里的自建房不是城市居民买地盖房，而是城市扩张后被城市包围的农村，城乡结合部的农村，在集体土地上盖房出租。为什么自建房重要？因为单位外企住房供应有限，大量务工人员进入城市，而这些自建房成了关键补位力量。可以说80年代城市住房的黑马就是城中村。第三部分是1988到1998年，土地商品化，房地产行业正式诞生。接下来我们进入了中国房地产真正诞生的10年。如果说1978到1988是住房从消费品过渡到商品的阶段，那么1988到1998则是土地变商品，开发商模式形成，房地产行业全面出现的阶段。这一段历史几乎定义了未来中国20年的房地产格局。真正的转折来是1988年。1988年宪法修正案首次写入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，这是中国房地产的真正出生证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中国进入了房屋商品加土地商品化的完整市场体系。1988到1998这10年，中国发生了2条线的深刻变革。第一条线，土地制度从计划走向市场化。一是政府可以公开出让土地，土地开始具备价格，这意味着土地不再只靠划拨，政府可以收取土地出让金，土地开始具备资产的属性。这一步为后来的土地财政埋下了根。二是土地出让方式开始市场化，最早的土地出让主要以协议方式为主，但随着改革深入，中国逐步试点招标、拍卖、挂牌等方式。这里有4个关键节点。关键节点一是1987年深圳首次公开拍卖土地使用权，这是适度试验，土地首次以公开竞价方式流转，标志这个市场价首次被看得见，属于特区试点，可以说是超越宪法的拍卖，敢为天下先，象征的意义很强。说到这，就问问你了，你知道中国首次土地拍卖后开发建设的项目叫什么吗？关键节点2， 1988年宪法修正案，这是制度的基础，法律层面首次允许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，但没有要求必须市场化。关键节点3是1992到2001年，市场化方向确立，但出让方式仍以协议为准，这是制度的过渡期。1992年以后，中国改革开放总体上更市场化，但土地出让方式仍然高度行政化，全国范围依然以协议出让、划拨为主，拍卖仍是极少数城市的探索，不具全国性。以深圳为例，据1997年深圳房地产年线显示，截至1996年底，
深圳市国土部门共签订出让的3615宗土地中，协议出让占到75%，招标只占3.3%，拍卖仅占0.7%。关键节点4 2002年出台强制招拍挂制度，这是制度的成型。2002年5月9日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的颁布，在制度强制下，招拍挂成为主流。规定明确要求，经营性用地必须招拍挂，土地才真正走向市场化。第三，土地正式进入循环，就是资本循环模式。从1988年开始，房地产不再只是房子本身，而是房屋资产加土地资产加资金运作，这是房地产行业得以爆发的根本原因。第二条线是房地产行业形成完整的开发模式。土地交易之后，一个完整的商业模式出现了，开发商模式成型。经典5步循环：拿地，就是获取土地使用权；融资，向银行贷款、预售、合作资金。然后第3个是建房，第4个是销售，然后是回款。这5步形成一个可以不断滚动的资本循环。从此以后，房地产行业成为城市住房供应的主力。像万科、保利、绿地等全国性企业，正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。二是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。随着城市化加速，城市建设规模扩大，地方政府需要大量资金修路、建地铁、搞基础设施，而土地出让金高额、稳定、到账快，自然成为地方政府的关键来源。第4部分是1998年福利分房终结，住房全面市场化。1998年，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改变所有人生活的重要决定：停止住房实物分配，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。从此，单位不再给房，家庭成为购房主力，商品房成为绝对主力，按揭贷款全面推广，银行住房信贷扩张。房子第一次成为家庭最重要的资产。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，1998年是一个时代的分界线，单位分房的时代结束，买房成为人生大事的时代开始。第5部分是1978到1998年住房改革双线并行，最终统一为市场化。20年时间，中国城市住房供应经历2条线。第一个是改革住房，也就是房改房，单位政府以补贴价出售给职工。第2个是商品住房，开发商拿地融资开发销售。早期这2种模式并行试点，1998年后，商品房成为主导。也正是这20年，中国从靠单位分房迈向靠市场买房，完成了一次制度史上的大转型。今天我们从住房商品化谈到新增的住房供给主体，从土地商品化谈到1998年福利分房终结，住房全面市场化，
最后我们谈到住房改革双线并行，即既有房改房也有商品房两种供给模式，最终统一为市场化，即以商品房为主导。1978到1998年是中国房地产的奠基时代，但真正推动房价高速上涨的力量还在后面。他们是什么呢？他们如何共同把房价推到历史高度？我们下期再聊。谢谢你的收看，也请你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再见。